Hello， 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聊一聊应了大家许久的《凡人修仙传》里的玄学知识补充。那这个剧呢，其实我没有看过小说，也没有看过漫画动漫版最开始看就是从杨洋主演的这个剧版开始的。那我们就以剧版为基础，然后来补充里面的一些玄学类的知识。在第一集里面，杨洋饰演的韩立进行了一个非常炫的打斗这样的场景，他使用的阵法叫四象玄武阵。那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四象，什么是玄武啊？道家的宇宙观以及《凡人修仙传》的宇宙观是来自于天地人三才以及四象和五行。四象的由来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中国传统的太极阴阳鱼啊，太极阴阳鱼就是长这样，大家很熟悉啊，有黑色、白色，有阴爻跟阳爻。那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分别的阴和阳，它是一个辩证对立的关系，凡是有阳面必有阴面的这样的一个哲学辩证的概念。那太极生出两仪之后，两仪再分别搭配就变成了四象。那同时四象搭配完之后就会变成了八卦，我们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里面的每两个卦相对应，再去进行一次配搭，就生成了我们的64卦。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这四象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观星界非常重要的位置。那在北京的古观象台由钦天监绘制的星象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天上的样子，这四种神兽。那朱雀代表南方属火夏天，玄武代表北方属水冬天，青龙代表东方属木春天，那白虎就代表西方属金秋天。那它这个四象玄武阵里面为什么要使用玄武作为镇压那个大怪兽的那个方式方法？因为我们把玄武来单独拎出来，你会发现玄武它是北方属水，同时又代表了冬天。那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来说，冬天它要藏起来，藏起来的意思就是更多的收纳防御不再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韩立使用这个四象玄武阵，它其实就是用冬天的这种藏起来的感觉把它镇守镇压，并且大家知道他这个角色真是就是走到哪儿捡到哪儿，一路捡装备所以他也要会把这个东西收藏起来所以使用的这个就叫四象玄武阵。那我们再看一下朱雀、青龙、白虎都比较好理解。那这个玄武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龟的身体和蛇的样子的一个合体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其实并不是龟也不是蛇它是一个在《山海经》著作里面也出现过的神兽。这些呢都出自于《易经》、《淮南子》以及早期的中国古代星占的这些图书里面。那有时候我在想，那如果有四象玄武阵，是不是也会有四象青龙阵、四象朱雀阵和四象白虎阵？当它需要去进攻的时候就使用朱雀，当它进行更收割的这种杀戮的时候就使用白虎，当它需要去助长自己能力的时候就使用这个青龙。其实扩展的想这部剧里面还有很多的阵法，其实是和中国传统文化呀、术数玄学呀，其实都可以结合起来的。第二点呢，我想聊一聊韩立在他第一个师傅莫老师那儿学习的时候，就是他刚刚进入到修仙的这个阶段里面，他的这个口诀非常的重要。这个口诀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志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道德经里面的第16章有它这一部分的原文当然电视里面是把它给截取了一段，并且做了修正，变得更简洁了。实际上原文是这个样子，我给大家贴出来道家里面有一个词儿叫入虚境入虚境代表了就是你内心毫无波澜。心情波澜，再见。然后对，就是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一段真是太好笑了。它其实没有波澜，不止你的身体，你的心神也不被外界所打扰。这个虚字代表的是虚无，是没有当然它不是我们平时意义上说的你什么都没有它其实是一种不执着当你没有杂念心不被任何麻烦的东西所干扰的时候，你进入到的就是一种虚无的境界那它这个安静的静呢，其实也不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你在那儿打坐只要安静就可以了，其实也不是它是让你的心神不受到干扰，保持一种宁静的状态这个其实是道家最根本的，让你想要修仙第一步先要改
感受什么是道，什么是真正的规律规则，不受外界干扰，纯粹本真的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万物并作，无以观复的意思。其实万事万物都有它自己的生长的规律跟规则，我们需要观察到它的规则，我们需要让万事万物行到极致，我们最终去观察它的本源。其实对于整个这个剧情理解来说，我觉得更向传统文化又贴近了一步。剧中里面韩立练的这个叫长春宫，也叫长春诀，它其实长春两个字就非常的重要啊，它其实属于北宗的功法，存于长春祖师语录里面。其实它的这个武汉啊，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武汉的朋友们，如果有的话打在公屏上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道观叫长春观，它其实是后人为这个全真道的丘处机所建啊。丘处机大家这个应该很熟悉了啊，咱们好多之前的这个小时候看的古龙金庸的这些小说里面就会出现啊。那其实丘处机它的号就叫长春子，所以呢才有了这个长春祖师语录以及这个长春宫啊所记载起来那其实它的这个功法讲究的就叫清净入手心源清净，无忧无虑，然后让你的养你的气，养你的神这样的一个功法。这个其实在道藏里面是有被记录到的这个是可以被考证的有书籍出版的。那我们讲说这个丘处机的道场就在这个武汉的长春观里面嘛其实不是的这个是后人为他所建的。丘处机真正的道场是在过去的北京长春宫，也就是现在这个道观界的顶流 idol白云观就在白云观里面。在看剧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杨洋是不是跟这个《凡人修仙传》这个剧组签订什么协议了，就是不能跟其他女演员演吻戏是吗他在这个里面也饰演这个韩立就有点不近女色的感觉无论是开始的彩环还是后面就赵小棠演的这角色，还是金晨演的这个咱们第一女主这个南宫婉，其实整个剧情里面她都是要不然就是被触发了才动情，感觉就是有一些不想和女色沾边的这种默哀老子实际上呢，当这个线路捋清楚之后，我发现他练的是长春宫。那整个这一个这个全真其实是不能让他去结婚的。那这个是他们这一派修炼的这样的一个教义这样一个戒律的样子。所以那我们就可以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他不近女色了。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像我们一样都是凡人，凡人怎么修仙，修什么仙，怎么修，怎么变成更高等级的仙。那不得不就说道藏里面的这个《中吕问道集》这本书了它其实详尽的讲了整个修仙这个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其实是钟离权和吕洞宾的对话那里面讲了纯阴而无阳者鬼也，那就是全部是阴的，这个是什么呀？一点阳气没有，那就是鬼了那纯阳而无阴者仙也，那就要练成纯阳之体，你就可以变成什么仙。阴阳相杂者人也，那就是我们了，我们身体里有阴并且也有阳。为人可以为鬼，可以为仙。那作为人呢，你的选择比较多了你可以往这边走，你也可以往这边走可以修炼鬼这边，你也可以修炼仙这边。那我们讲说人为什么要修仙其实是为了免于轮回之苦，同时呢长命百岁得道成仙。仙有5等，分为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和天仙，一共5个等级。那鬼仙呢相对比较特殊一些，那既然称为鬼嘛，那我们前面说了完全没有阳了，全阴就是为鬼。那修这个道呢等于就是换了一个新的赛道，因为中吕问道集里讲时也不无大道而欲于速成。说白了呢就是在这个道里面修炼呢，我们就不能进入到了生死轮回。那我们讲说这个作为这个鬼仙，你想在这个维度这个赛道里一直成仙，那你就避免自己进入到任何一个轮回里面。所以人想修的叫不死，那鬼仙修的就是我不去轮回。那在这个赛道里就要一直的去修炼。下面进入到了人仙。人仙呢，我们讲说这个是我们凡人凡人最容易接触到的第一个层级等于打王者荣耀的这个黄金局。在这个赛道里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钱人、有权的人，甚至过去的帝王、皇帝女王都在练这个为了什么呀？为了延寿简单来说就是不死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活得长。那这个古书里讲你超过120岁其实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修这个人仙的境界了为延年益寿。如果为了延寿的话呢，就会外服一些外丹就是千汞提炼出来的朱砂雄黄这种当然也像剧集里面有一些珍贵的草药那当然了，还有就是练内丹。内丹就是我们的内观，把你的身体当做一个炼丹炉，去修炼你内在的气体化气，让你在内部去结丹。我们讲一个很著名的野史所
有说啊。当然，这个《中吕问道集》里也讲了啊，就是要食人乳。啊，就是母乳嘛。那其实野史里就讲说，慈禧就一直在喝人奶啊，也是为了益寿延年。所以你看啊，这个人有钱到一定程度之后，当钱对他来说是一个数字之后，他想的是什么呀？就是我怎么能活得更长啊？所以就无所不用其极。那人仙呢是第一步，紧接着下一步就是我们所谓的地仙。地仙这个等级啊，如果按王者荣耀来说，就算是到了钻石局了，永恒的钻石。地仙呢，它高于人仙，它修炼的年头更长啊。地仙呢，它修炼300年、500年，它还是在这个陆地里面，但是他的精神变得更加的超脱，所以我们也叫陆地的神仙。再往上一层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神仙。这个神仙和我们所谓的神还是不一样的，神是有官职的啊，然而仙呢，其实也可以当散仙，也可以修炼，也可以往上走。但你修到神仙，你能不能有官职和神啊？那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你有钱和你当官其实是两码事儿啊。好，那最高境界就到了我们的天仙，天仙其实到我们的三清圣地，三清圣地不只有三清啊，就我们道观里面讲这个最高级别的神仙啊，元始天尊、道德天尊、灵宝天尊啊，其实三清是一个境界，简单理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维度。那你练到了这个天仙，就算是把王者荣耀打到了最高啊，打成无双王者啊，那最高级别的王者什么300多颗星、100多颗星啊，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按照剧情里面，韩立他是练到了哪一个等级啊？我们来深究一下。从人仙到地仙，其实是他的命宫筑基到金丹凝结的这个阶段。那从神仙到天仙，就是阳神超脱至合道成真的这种阶段。那到了天仙啊，到神仙这个阶段，其实它就可以完全没有肉体，当然也可以有肉体啊。当你可以一步一步提升维度的这个阶段啊，那其实肉体对于你来说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超体里面，你看最开始就是韩立在那个莫老师那儿去修炼的时候，他提升感知，去感受万物啊，它很像超体那个一点点多少的那个升级。那整个这个修仙的这个整体的过程，就是一个你不断去升维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中国人把它就称为修仙。其中还有一个编外的啊，大家认为鬼仙就像编外了吧？其实不是啊，还有一个编外的就是为妖。妖是什么呀？万事万物皆可以成为妖，比如你家门口的石头啊，蝴蝶，著名的蛇妖白素贞啊，妖是另外一个体系啊，妖和这个修仙又不一样啊，妖就为妖道啊，所以妖它最终的目的不是成仙，妖最后的目的是幻化成人形啊，所以妖的等级和这些比呢，它就不是在一个赛道里面了。总结一下，你选择了不同的赛道，就进入到了不同的程序，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程序的内卷，也有它打怪升级的维度。其实就像我们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了社会啊，改变了身份，进入到了家庭，进入到了生娃，人生一步一步不断的打怪升仙的过程。而且我在看那个《凡人修仙传》时，觉得他开始选那个灵根的那一部分，特别像那个霍格沃兹当时啊分学院是一样的啊。我觉得这个中国的霍格沃兹其实就是我们道教体系的这个修仙的这个门道啊。那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再讲的，比如说关于灵根的部分，关于韩立和南宫婉双修的部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可以再出第12集之后的啊，随着它不断的上线去播剧，然后咱们再随时再去补充它的玄学知识给到大家，作为一个辅助看剧的。那剧情呢，它更加偏向玄幻啊，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东拼西凑拿来的啊。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呢，全部是有据可考、有据可依的。其实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更像是做一个学术论文一样，因为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啊，我们的引经据典的东西，我们也贴在整个视频的最后啊，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真正的修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当然它不影响咱们观剧啊，就对于修道、对于修仙大家感兴趣的这些朋友们啊，咱们可以进行探讨和聊一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点赞、关注、转发我，关注我的频道，跟大家多聊一聊关于玄学、关于影视、关于明星命盘的东西，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